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大。没有，我就不是南大，我是北大。大家好，我叫谢谢。我第一赛段在这个舞台上讲了自己的高中，河北衡水第一中学。节目刚播，高中班主任给我发微信，说删了。他说你这样说你的母校是非常恶劣的。我没弄明白，怎么就母校了？啊，我母校不是北大吗？就这个高中班主任，他虽然也是老师，但他和嘻哈爸爸完全不同。他是嘻哈爸爸的反义词，爸爸哈西。比到半决赛，大家都疯了。你们今天回家路上就会突然脑子里蹦出来，爸爸哈西。但其实我们河北学生从小就会为了考进衡中刻苦努力，可以说是吃得苦中苦，方吃苦中苦中苦。我们从初中管的就很严，甚至会管发型，当时要求男生要剃寸头，长度不超过9毫米，女生运动短发，长度不能过耳。每天一放学，那个场面就是一群猕猴桃混着爱探险的朵拉出来了。我们老师猕猴桃李满天下。还有爱探险的小朵拉。老师说，就是当时如果我们的头发不合格，老师当场拿个理发推子就给剃了。就嘻哈爸爸上班是李老师，下班是理发师。我们老师上班是老师，而且是理发师。他既是 teacher 也是 barber。但其实这是高中3500词里面的。整个过程，我们年级主任会在旁边监督，发型总监。老师说这是为了提升学习成绩，我没明白。9毫米就能上北大，1厘米就上不了。头发失之毫厘，成绩差之千里。我看这教室墙上挂着那个牛顿的画像。顶多是个中专。剃头不重要，重要的是服从命令。老师让你剃头剃就完了，老师让你学习学就完了，老师让你考衡中考不上就完了。我当时很努力地考进了衡中，然后发现每个教室会安装很多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我们。就当时老师开班会还在说呢，勇敢做自己，生活没那么多观众。就他们那个监控强度，可能是没什么观众，全是私生饭。在衡中那几年都跟明星共情了，特别希望老师们关注我的作品，远离我的生活。那些摄像头高清到什么程度？那天我们班长在本上写了一句"垃圾学校"，全校通报批评。后来查出来了，他写的是"创造无垃圾学校"，橡皮挡住了几个字儿，我写的是"垃圾学校"。当时是寄宿制的，所以我们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我不会，我之前在家都不叠被子，我那个被子可以说是豆腐脑。而且我们当时也没有时间每天叠被子，就会准备2床被子，一个盖，一个叠成豆腐块，放在那儿应付检查，叫样被。样被不让盖。但是其实老师检查的时候也能发现是样被，他们不管，因为这样也算通过了测试。就在老师眼里，我这个被子哪怕是样被，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糊弄糊弄呢，我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我有时候都感觉没必要找个借口啊，剃头发、叠被子怪麻烦的，干脆老师直接推门进来问我们，服不服？
我们说服了服了，那效果是一样的。我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很听话，我没去过网吧，只上过微机课。小时候朋友叫我去网吧，我说不了不了，没带鞋套。但我高考结束之后，我就发现好像所有的规矩都消失了。我这种服从惯了，反而有点迷茫。没有人给我发号施令，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感觉自己像一个那种 AI 助手，只听得懂指令，不然我就服务器繁忙。那段时间你要求我帮忙，就不如要求我帮忙。你跟我说能不能借我200呀？谢谢，就不如你给我转200。我那段时间就不太适应自由的生活，我发现自己可以留长头发，也可以不叠被子。我那天甚至鼓足勇气玩了一晚上手机，没事儿。我都有点崩溃了，我说这还有人管没人管了？啊？没人管我造反了，我要做最叛逆的事儿，我对这个世界大声地说我去网吧。我现在喜欢单口喜剧，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这种事情。我刚入行的时候上了一个资深演员的大师课，他在课上说单口喜剧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去解构权威。第2天，就有学员在台上骂他。我觉得这太酷了，我现在开始学会对这种行为说不。高中万润给我发微信，我没回他，过了一会儿他又发，我觉得老不回他实在不太礼貌，就把他微信删了。高中班主任现在在我这儿已经没有微信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突破了束缚，除了法律，应该没有什么可以约束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因为节目组说不能超过7分钟。谢谢大家。哇哦！谢谢的表演，喜欢谢谢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其实我感觉这个咱们中学的学习经历也不是完全没有帮助，是吧？剃成猕猴桃，最后还是要来到猕猴桃的舞台，都是真情实感哈。这篇非常真情实感。因为我也是这个在河北上学的，还是很多的经历不能说完全一样，但是确实能理解一些吧，真是。我跟天真姐先拍的，是不是？对，我很喜欢那个谢谢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然后一个人的自我的人格的逐步的成长跟实现，其实就是从不听话开始的，或者叫做听谁的话，最后你会回归就是听自己的话。你们现在还在听他说话，说明还在第1层啊，我就在偷着玩手机。所以你在那个环境的时候，你是已经意识到他们是不合理的吗？还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也是就是在那个集体意识里是被就是没有感知的？我觉得首先行为上还是在服从的，因为我想考北大。对，行为上一直在服从，但是我会不断提醒自己，在意识上提醒自己要抽离出来，不要被那种机械的东西所同化，还是要保留一些自我意识。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可贵的东西，就是在那样一种的集体性的环境里，你其实一直保存了你自己内心的那个自我的火种。我一直觉得谢谢是潜力非常大的脱口秀演员，因为随着你的人生经历的不断的阅历的丰富，你对世界的理解的丰富，期待你有更多更精彩的人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总之他讲的这一段我都就是非常有共鸣，就一直听进去的感觉。你们做练习生的时候也是就是全部要听话，不可以有自由意志。对，然后我们在海外，我有一件事情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在海外是不让用手机的。对，当然我们不服从，我们就自己去偷偷买了，然后藏起来。然后我们可能就有一个成员被发现了，然后公司的人就去我们宿舍翻，然后把我们所有的手机找出来，然后当着我们的面用锤子全部砸了。听起来好像罗永浩老师的行为啊，这。对，然后我就感觉当时就可能没有这种概念吧，当时就服从了。对，当然现在是不服从的。我看到那个谢谢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表演，我觉得我一直手上都是汗，我觉得好敢讲哦。我在想说，
谢谢，应该没吃过亏吧？然后我就说，谢谢整个思考当中，我听到了一些词，就是说，那我这个寸头的头发和我考试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习惯的惯性，它在上个时代管用，但在这个时代不一定管用，而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在那个位置上，他习惯了那些习惯，所以也要我们去习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一个笑着思考的人应该最难被驯服。谢谢。哎呀，很高的评价呀，卡林。其实我听完，我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我也是一种无力感，就是因为虽然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但我们还不得不这样去做。我自己的总结，我总觉得就是面上过得去。就是他有时候也不要求你一定要怎么样，就是说改变你的习惯，说你一辈子都叠这么好的被子，倒也谈不到。就是我让你这么叠，你这么做了，好，你给我面儿，这事儿就这样了啊。所以说这事儿就完全一体两面，你俩说着，就跟他这名字一样，就是谢谢可以是谢谢，也可以是谢谢啊。那就是这意思。确实，很多时候，喜剧脱口秀也最多能做的也只是把问题先指出来，把问题呈现出来，让大家笑一笑。如果能找到解决方案，我觉得是我们的幸运，是那段脱口秀的幸运。但如果没有找到，也没有办法。这脱口秀本来也做不了太多事情。谢谢是前几轮总分排名第2的选手。哇，绝对算得上是黑马中的黑马，黑马中的黑马。你自己第一年来节目有什么想说的？能想到自己第一年就会有这样的表现吗？没想到，就是我每一轮都觉得自己要淘汰了。哦，就这种云淡风轻，但是取得的成绩都特别的好的这种人生，是从来是没有享受过的。真的是。那我真心的问一句，就是因为台上我们有的时候会为了一些好笑，或者是为了这个笑话的逻辑，其实并不是每个段子都是那种100%真实的。那如果是你对于自己的这个高中啊，或者是母校的这些经历，你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呢？那我其实第一赛段也说，就是辩证的去看待吧。还是有一部分老师，他们就是悉心的教导我们、呵护我们、帮助我们去考进自己理想的大学。我还是很感谢这些老师的栽培的，感谢他们。都是正态分布，那个像嘻哈爸爸那样的老师也是少数中的少数。那我们再次谢谢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潇。其实我一直都非常爱看我们节目。那作为一个前女团成员，我感觉脱口秀跟男团女团一样，更新换代的太快了。每年都有一波新人冒出来，在这个舞台上啊，付航已经老了，房主任正年轻啊。其实我出道也时间非常长了，9年了。马上10年了，但我也才27岁啊。谢谢。我15岁就去海外当练习生了啊。练习生生活挺辛苦的，但我很要强。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呢，都是报喜不报忧，因为旁边还有人盯着。我不知道他是会中文还是只会思密达。打电话只说场面话，都不敢讲太私密的。这也就是当年，要放到现在，我妈每周接到一通境外来电，电话那头我跟她说，我过得挺好的，不说了，我旁边有人，我妈都得怀疑，不是要成团吗？怎么成团伙了？那有段时间呢，我也是会有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我也不敢跟我妈妈说，结果我老板杜华姐就告诉我妈了，所以我现在就把杜华姐的微信备注改成了杜比音响。从此之后，我妈妈了解我的方式就是问小杜，陈潇最近怎么样啊？我听说其实很多喜剧演员也有
就是很多情绪上的困扰，内心也是非常敏感脆弱的。但我很羡慕你们，因为我有情绪都不敢直接表达，你们敢直接上台告诉全世界啊！后来我也意识到了，告诉杜华姐就是告诉全世界。但确实有些事情让我妈妈知道了，她只会更担心。我记得有一次我左腿骨折了，然后我坐着轮椅去面试的中餐厅，他们都说你这样还去啥中餐厅啊？你该去的是中医院。然后都劝我，你就剩一条好腿了，现在得好好休息。我说剩一条好腿了，我才要努力搞事业，万一要是站起来了，谁见了不得说独立女性？以前我们都是10几岁就去当练习生，然后要出道。那会儿对女团的要求就是青春靓丽，要年轻。总有人制造焦虑，说年龄到了就没有人想看你了。结果发现现在最火的女团是浪姐。我还是练早了。大家说爱豆不能早恋，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那出道之后呢，很多人会对你的外貌指指点点。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说我胖，然后我就减肥，好不容易瘦下来了，别人又说啊，以前那种身材多好啊。我心想，娱乐行业班味儿怎么也这么重啊，喜欢让人改回第一版。从那之后我就意识到了，我永远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我不应该身材焦虑，也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评价就少吃点管住嘴，该管住嘴的人是他们。哪怕我有段时间疯狂健身锻炼，维持最好的状态，还是会有很多营销号出来黑我。我感觉他们看我都是戴着墨镜看的。但是现在我看开了，我去户外运动也不涂防晒了，先学会自己黑自己。我的团队说晒黑了怎么办呀？我说没关系，也会有营销号把我从黑的说成白的。我觉得舞台上演员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是只有唯一解。像脱口秀演员就是高矮胖瘦都可以，这里审美是多元的。你看刘仁成多元啊！最后希望各位演员比赛都加油，能走到半决赛肯定都是很厉害的脱口秀练习生了。赢了当然是好事，输了也没关系，毕竟比赛也不是唯一的解。谢谢大家，我是程潇。谢谢潇潇的精彩表演。我和潇潇认识也好几年了，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站在这儿看他在台上讲脱口秀。刚刚还在打招呼，希望没有那样一天他看到我唱跳，好吧？欢迎潇潇，欢迎，再次欢迎。爱情